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天赐的声音》第5季第3阶段哈，这代表着说，通过这一期，我们要选出2位队长。看得出，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席位虚位以待哈。我相信这位大家应该非常熟悉，掌声有请这位老朋友。 大家好，我是盖，晚辈盖。盖是我们这个舞台上比较明显的6位型战士。当他拿出他的大杀器 rap， 会把这个歌曲情绪到另外位置。有盖在的舞台，它一定很好看。 本期节目是本季《天赐的声音》最后一个阶段的队长诞生战。我选文文好了。各位音乐合伙人将各自选择自己心仪的搭档，全力冲刺收官阶段。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第9期出场顺序的抽签环节。1到6的出场顺序都在我们对阳光鲜橙草的礼盒里了。1跟6应该是没有人想要抽吧？盖想。 好，这次我就想6，哥，我听你的，因为上次我想1就来的6。哇哦！浙江卫视大型励志音乐节目《天赐的声音》第5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欢，向每位热爱音乐的你问好。大家好。在这里也要跟大家提前说一个好消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期第12期将走出演播厅，我们会来到你的身边，我们要走进湖北宜都，为大家奉献一场 巅峰演唱会，期待你的关注。此刻，我们即将迎来第1组音乐合伙人的登场，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陈斌、盖。 李翊君老师的歌，其实很多歌我都蛮喜欢的。对，而且这首歌其实在这段时间是曝光量还特别的大，对，曝光量还蛮大的，可能代表某些人的心声吧，我觉得。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诺言这首歌曲是中国台湾女歌手李翊君发表于1995年的一首作品，那至今呢，其实已经有将近30年的时光了。 这次的编曲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卡斯还有 ZJ 2个 hip hop 音乐制作人。我觉得他们对重新编一首老歌，他们会有当下更多年轻人的想法。我们用上了弦乐，用上了可能新一点的一些配器，就是听起来可能比较清新一点，就没有那么岁数大了。 我觉得不能再低了，再低我下不去了，对不对？他还是蛮将就我的，特别前面2半部分，对，相对他来说，他可能有点低。这首歌对我来说太难了，我们没有设计转调，我们是男女同调，所以对于盖哥来说，再高的话就会太高，但是对我来说，再低的话就下不去了。你还是高上去了，高上去了，刚才那个是最高的那个。哎，其实是的，我应该是可以上路。 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如果能做到改编出来的版本，也让现在听众觉得说，哎呀，好听，这个版本我也喜欢，那我觉得我们就挺成功的。大家就期待这首歌吧。对，一定会让大家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更多年轻人喜欢上这个诺言。每日鲜虫草，吃出年轻态。
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尾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的，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冲动，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像针头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冲突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说过的话可以随便就忘，牵过的手可以轻易就放，上车的票写着终点的站，结果也只是路过一趟。你的心就像是个漏斗，而我的爱像奔涌的沙，承诺是谎言，随风在飘散，潇洒的划过我生活，却留下了家。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冲突，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像挣脱为爱戴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冲动，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就这样松开紧握的手，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掌声响起，送给盖，送给陈斌。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版本的诺言哈。非常感谢冰冰，因为这个歌其实它很将就我，这首歌是男生的调，
但是和声又很高很高，然后前面他自己唱主声的地方，他其实是在用力的往外顶。对，所以我压力有点大，就是因为低太低，然后高又特别高，它是一猛子扎起来的。对对对，但还好拿下来了，对。我觉得冰好厉害啊！今天说不一样，这声儿就跟你以往完完全全不是一个人。然后那个很低的地方，啪一下上去，那个地方确实很难，而且也很意外，谁都没有想到，但是你做到了，谢谢。今天听到盖的现场的时候，我觉得我对盖有一个重新的认识。谢谢哥。他的声音，其实我刚刚感觉到有一点迪克牛仔的一个音色。把我的卷发送给你。我没想到他的高音这么的饱满有力，而且从头到尾他其实一直都是有这个 power 一直在。特别喜欢你的音色。我知道盖跟陈斌要唱这个《诺言》的时候，我就吸了把冷汗，因为这个歌其实最近火的那个标签太强了，超越它还挺难的。结果听完以后，我突然发现，哎，他们其实找到了另外的一种方向。原来的那版是挺惨的，挺无奈的，但是陈斌跟盖唱完了以后，我觉得跟命运说不，很倔强的感觉。陈斌，其实你们今天听到的他，正是他当年最擅长的。之前的前2期他根本没显露出来。陈斌原来是这样的，你知道吗？谢谢，谢谢坤哥。我真的很喜欢这个版本。其实我有一个小故事，是在20年前我在驻唱的时候，我有唱过这个歌。那个时候我也被台下的观众点歌说可不可以 rap， 但是我不会，我只能叫那个鼓手帮我打咚呲大呲咚呲大呲。但是没有想到在20年后，我可以听到有一个 rap 的版本，所以真的太有缘分了，我超喜欢的。然后我一定要把这个拿给我之前的乐手们听。谢谢老师。听一下我们建音团各位老师的建议，有请。其实每一次听这种经典老歌金曲的改编，真的是感觉又刺激，然后又担心。特别喜欢这版《诺言》的改编。我觉得从编曲上，它既保留了原来的那份年代感的隽永，同时呢又恰到好处的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很喜欢这首歌曲收尾的电吉他的编曲，一瞬间就把这首歌曲应该有的那种宿命、漂泊、孤独，但是最终其实是一种洒脱。很喜欢这样的改编思路。最后我也想听一下无伴奏的音源，感受一下。好的。你听。无伴奏人声。什么调？不是，你不要唱，你听他等下。哦，不是让你清唱啊。放给你听。就刚刚那个，刚刚唱的那个，我的伴奏。懂了。干声。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像挣脱为爱带的枷锁，熄灭为爱点亮的灯火。一个破碎的圆，破碎的美梦，留它有什么用？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运左右。公开处刑是这意思吧？第一次听哈，对，这是我们的新规则。我脚都抓紧了，抓地了是吗？这首歌我特别喜欢盖哥的那一段的 rap 部分，他虽然只有8句，但是这里面有一句真的太好了，就是他写上车的票写了终点的站，结果只是路过一趟，这句真的很厉害。所谓的诺言嘛，就是我答应了你去到那个地方，就好像说如果我从杭州买一张车票，我要回广州，结果他到了半路，在汕尾把我放下了。我说，那汕尾是鸭脚汤家，不是我家，我要回广州。所以盖哥就是把一个车票没有兑现的一个比方，然后写到诺言里面去。我觉得这个整一段的这个真的很巧妙，很棒。你 get 到了，谢谢。
如果你也想听到更多本期歌手演唱的原声版，欢迎大家下载登录 Z 世界 APP， 进入天赐的谐音部落，参与天作之合活动，解锁歌手原声舞台，与你最喜欢的演唱共鸣。赶紧下载我们的 Z 世界 APP。再次把掌声送给盖，送给陈斌，谢谢二位，谢谢大家。根据我们抽签的顺序，下一组即将登场的音乐合伙人是 Gigi 梁咏琪、陈立农。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保留更多天然活性蛋白的极致鲜活奶粉天赐鲜活时刻，欢迎我们的咏琪姐，欢迎 ，Hello，大家好。对于这一次的这首歌，有没有信心拿这一期的金曲呢？我们今天怎么样没关系，平常心，把它唱，先把它唱好。那我们也很期待我们咏琪姐今天的舞台。我们今天呢，唱的这首歌是我的名字。我的名字。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百无聊赖。这首歌呢，它原先就是一个忠犬罢工啊，这部戏就是在讲狗狗。就是我觉得这首歌它是非常具有一个故事性。每个人在设想他的故事的时候，可能某一些人的名字会勾起他一部分时期的一些回忆。我上次好像跟你说过，你长得像我弟弟，对，因为你又很高，然后弟弟也高，弟弟很高啊，我们是双胞胎。看到农农，我就想到我的双胞胎的弟弟。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在路上会碰到熟人，他怕人家误会我是他女朋友，所以他看到熟人，他就直接把我推开了。很好啊，这都是我们的小小的回忆了。你要想到你弟弟，对于我心里面想，我们家2只狗狗在外面工作嘛，我就想着，妈妈应该需要一个陪伴。就到流浪动物之家去遇见了他们2个，一只叫做美宝，一只叫太妃。好，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的时候，那一天我就也不晓得自己在紧张什么。你们可能就对比一下这一期跟第一期我的表情包，所以非常的紧张。第一期就很僵硬，整个人。现在到第3期，我就觉得好像180度的转变，尤其是今天的歌，因为是有一种轻摇滚的、很舒适、很潇洒的感觉，所以整个人必须要放松。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我的态度先生是，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天赐健康瑰宝，滋养音乐新生。我的态度先生是，我会懂得、舍得、记得。这几天录制彩排非常有挑战，要多注意身体。来，这是东阳光真草原纯粹含片，累了就含一颗，随时滋补，保持舞台好状态。来，姐。好嘞。这些喝也口感不错，小小一颗，吃起来非常方便。它是100%纯冬虫夏草萃取的7倍虫草精华，随时为健康蓄力。我特地多准备了一些，大家集中滋养一下，调整好状态，争取拿金曲。好的。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老板 Rocky 数字厨电空间，我们的专属 AI 烹饪助理为大家量身定制了美味佳肴。来，让我们一起边吃边聊。欢迎我们的陈立农，农农。嗨。有没有想过挑战其他的一些不一样的曲风或者是风格呢？基本上都想尝试一下。我们也好期待你有不一样的舞台，加油！加油！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
托你的承诺是我的名字，我要赌气向远方跑去。如果没有这些声音，我还搞不清多远才算是离开了这里。在死缠烂打的青春日子里，无非挣扎的也就那么几个问题。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百无聊赖，打发人间的白云和苍狗设计睡觉的未来。我庆幸那些难堪正中我的下怀，让我怀疑我的存在最后笑了起来。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我学他人的语气迎着你，庆幸自己没跑太久，还活在弹丸之地，纯粹的以为世界等同于你。我习惯在包里藏一瓶让我怀疑我的存在最后笑了起来。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你是我是你的，我会懂得舍得记得。拜托你轻声冲着。二位演绎的这个感情特别像姐弟哈，就最后还勾肩搭背的那种，一看就是一家人呢。真的有姐弟一起完成一件事情的感觉。我跟他每一次见面，其实感觉就很像看到我自己的弟弟这样子。对，就像 Gigi 姐讲的，完成这个舞台的时候，确实有一种我们一起终于努力完成一个东西，很像家人那种感觉。我觉得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想起了2个名字，就是一个是我的姐姐，还有一个是我的弟弟。对，我小的时候会很羡慕那些独生女啊、独生子的家庭。对，我们家3孩子。然后长大之后会发现啊，他们真的是我的父母赐予我最好的礼物。我姐姐她今年结婚嘛，在她的婚礼过那些流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嫁就嫁了呗，就这种。然后但真的，一到晚上，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一起睡觉，然后一个房间，然后哇，那天她结完婚就到别人家里去了，然后我就一直忍不住哭吧。对，我一直觉得亲情是始终如一的。对，谢谢。
我觉得今天这首歌选的真的非常适合他们两个。首先，选曲很成功，因为其实浓浓的声音是那种充满少年感的声音，然后Gigi姐的声音是那种非常温暖的声音。这首歌是从一个温暖的家庭的这种感觉去出发写的，特别的搭二位的声音。今天二位的一个诠释，就是让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了这一份温暖，这一份阳光感。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的。谢谢，谢谢。首先，我觉得这首歌还是有些遗憾的。这个类型的歌曲对于梁咏琪来说，完完全全是一个全新、非常陌生的一个领域。第一点，唱得很不熟，尤其是Gigi这一块啊，就是在很多地方很犹豫，有点别扭感的。第二个问题是Gigi的就唱的过于深情啊，就是只注重在这一块儿啊，所以我比较遗憾这2个地方吧。对，我同意。其实我在咬字上面，我在取舍一个，到底我要怎么咬。原创者焦麦琪，他想我们年轻人也是一种有态度、有自己想法的，我们也可以有慵懒的权利。要怎么去消化那种年轻人那种慵懒，但是又不失去我的本质，因为如果我又唱的太过就太过有那种感觉的话，又好像不太像我。所以最后我就是觉得啊，跟着 feel， 跟着节奏，自然的去咬那个字，然后那个口气啊什么，就自然而然让它出来就好了。对，我觉得多于尝试吧，以后一定会唱得越来越好。谢谢，再次要谢谢陈立农，谢谢 Gigi 梁咏琪，感谢二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音乐合伙人是张碧晨、王鹤野。这一次要和你唱一首歌，叫《核武》。核武。我很喜欢这首歌，想找一个非常合适的，然后能跟我一起去淋漓尽致的完成它的这样一个人，所以选了鹤野。核物这首歌曲其实传达出的是现代都市年轻人往往会有的一种分裂啊，乃至互相撕扯的一种精神状态。当我第一次听见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形容我自己。对，我觉得这首歌是写给你的。啊，我承认这一点。我可能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是一个比较小心谨慎的人，那在和朋友聚会的时候就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睡觉之前的我就是一个会想很多的人。因为它内容上并不是讲人际关系，它讲的是自己。这样的歌我觉得其实是比较少的，尤其在当代，越来越多的人真的是白天的时候，一直在欢笑，看起来很开心，但是他把所有的负面情绪、所有的压力、所有的不快乐都留给了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歌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深思和思考的一个社会现象。其实对，大完蛋，我现在都已经要憋死了。这句没必要这么难呐，这和声简直搁的我要简直，哎呦我的天哪！哦，和声好难啊，怎么办呀？继续唱，别停。我白天是个高下飞舞，是这孤独。我和声确实很难，写的非常难，但是我觉得这种很复杂的和声，然后两个人那种并不轻松的去完成这首歌，我觉得他这种情感上是对的。这人生中最难的一首歌了，很多次的转调，声音位置的变化，大量的和声，而且变化是非常迅速的。现在当下掌握的，基本上掌握的所有技能都用上了。像是颗身处在迷茫大雾，看不到前路，想有目共睹，凡事莫错误，哑巴般无辜，想特别照顾，被世界厌恶，却无法愤怒，想要变成熟，
就该领悟残酷。把手停住，别轻易哭，是他给的帮助，只能勾住愈加坚固我悲伤的天赋。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我曾经是个感性动物，小心的感触，现在变成无关人物。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我曾经是个感性动物，小心的感触，现在变成无关人物。可我这麻木。他说停住，别轻易哭，是他给的帮助，只能勾住愈加坚固我悲伤的天赋。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我曾经是个感性动物，小心的感触，现在变成无关人物。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我自己是个感性动物，小心的感触，现在变成无关人物。难于自处，把自己放逐。我左盼右顾，我熟视无睹。把遇见驻足，黑夜里飞扑。我一路颠簸，无影无数。我白天是个搞笑废物，表演不在乎，夜晚变成忧伤怪物，撕扯着孤独。我曾经是个感性动物，小心的感触，现在变成无关人物。可我这麻木。我听完这个歌以后，我就觉得这种歌似曾相识，非常上口。继去年的字字句句以后，我觉得这首歌会更火的。碧晨，这首歌是你选的吗？是我选的。这首歌选的特别的刁钻，还有刚才一个点，升调且转调的那个地方，有，好恐怖啊！我觉得哇，还可以这么玩。那下我其实是觉得很刺激的，也再次赞叹你的超高的能力，真的，那段有点吓到我。刚开始弄之前没想到会搞这么难，真的。然后和声出来了之后，包括段落整个出来了之后，就
他的也很难，我的也很难。但是唱了几次之后，就觉得好像这首歌在讲的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件非常撕扯、很自我折磨的一种状态。我觉得人嘛，他都会有比较悲观的一面。当你遇到很不好的事情、很丧的事情，你会可能有一瞬间的想不开，然后你向内折磨自己。我想通过这首歌，我们想传递的其实并不是说你要一直陷在这种状态里，而是你要清醒的知道，就算你现在不好了，你过得不好，你的境遇不好，那我们就先接受它，接受它之后，然后相信自己一定会好起来。看到词好像就很符合两位。之前鹤野在前几季就是哭嘛，然后到了现在越来越好。他也是让我觉得就是很活泼、很阳光、很搞笑。碧晨外表很坚强，但私底下可能脑子里面有什么让他自己会很慌张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他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就是原唱，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副歌很有趣，它是都押这个物这个韵脚，废物、怪物、动物、人物这4个物的押韵是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唱的。你们的这个演唱确实是有扮演4种不一样的物，很精彩。我有不同意见，反而就是这里表现得不够好。鹤野，我要非常严重的跟你提醒一下，这首歌是最适合你的歌，但是在这一段的处理起来，你不能只唱深情啊。这个地方一定要换处理方式。你听听张碧晨，在第2段的时候，他在搞笑、废物后面的我不在乎之间就加了一声嗤笑。很可惜，我听见了你的忧伤、好听、深情，但是没有听见你情绪的剧烈的起伏和快速的变化。不用在乎唱得好听不好听，真的，你就把你想笑、你想哭、你想疯，你把这个状态出来，其实比你唱的有多好听要重要的多。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歌手阅读歌词的能力吧。可能我没有说把每一个字都吃透，但是我在演唱中确实是一个跟自己对话的状态。老师说的我也一定会记进去，然后以后别以后了，咱们下集就把歌词再阅读到每一个口气里，然后老师再感受一下。好的，好的。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碧晨，送给鹤野，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阿令、杨坤。这一次是万物不如你，我们选了这首歌，算是坤哥的口袋名单。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其实我很早就想唱这首歌，当我知道你来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2个人是一定可以，我想都不用想。那我真的是太大的荣幸。阿令真的是太适合唱这首歌的人，如果是让我自己，可能这首歌也不敢拿去尝试。这个歌的其实编曲它不是一个流行歌，它也不是一个古风的歌，我们就是用纯的交响，背景有点像环境宇宙的那种，对，那种音乐的感觉，把它包裹在里面。它不是一个很拔辣的歌，它是一个很大的作品。对，其实阿令的声音一出来给我，我就特别有感觉。但是我不知道阿令，你唱歌的时候你想到了谁？我想到家人，尤其是妈妈，因为我一出门都会看那个监视器嘛，然后就看到她的那个背影，就觉得哇，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然后以前有点叛逆，然后现在长大慢慢成熟了，就知道说以前她的唠叨啊什么那个都是爱，所以我觉得妈妈对我来说是一个，万物不如你。我觉得万物真的不如她。我的父亲是警察嘛。所以他非常反对我们唱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是有一点挫折，但是妈妈一直不断鼓励我，她会在我的笔记本上面留言，她会写说，孩子，我知道你对于歌唱有兴趣，逐梦踏实，每一步都要好好的踏进去。
他算是我的第一个歌迷，对，所以我就很谢谢他，一直给我这么多的自信。去时带走了四季里，不见却无力。这次的编曲还有分词配唱的方式是跟他们所有人都不一样。阿令的声音给他放到最好的位置，我的声音给我放到最好的位置。因为当两个非常好的歌手来的时候，你就不能因为谁的调低了或者谁的调高了要迁就对方。我说这首歌绝对不能迁就。不行，我有一个和声的部分，你推出来，它转调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小犹豫。这歌它很难唱啊！我万物皆无过，他的你的，想死的心都有。这首歌的难度就是说你要极投入，把它表达的这种情感想象成现实生活里面的一种情感，而不是虚幻的。我都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艺术歌曲了，它不算是流行歌曲的范畴。哎，狒狒，我们天赐的音乐和空间品味都这么好，是有什么秘诀？那就不得不提我们红星美凯龙的专业设计团队了，鼎鼎大名，温馨有科技感，而且呢，全屋高端电器一站式搞定，家装设计、建材家具、全屋家电全部都有，确实是省心。理想空间的打造都靠它啦。品质好歌，一起见证。背负我这一生的流光，不乱不慌，不悲不伤，竟然洪荒，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不争不抢，不是不忘，轻舞骄阳，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万物皆悲伤，只有你的美上扬。等你对应一弯夜光，来世携风雨，咫尺带走了自己。你不再在乎的风景，却无力开始汹涌来袭。后来却全而去，你不来，在你的天地都浪迹。经受我这一生的风霜，不争不抢，不是不忘，轻舞骄阳，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万物皆无光，只有你的眼明亮，随心去远方看看太阳，去远方看太阳，万物皆悲伤，只有你的美上扬，等你的影
不来再美的天地。来这些风雨，只是带走了自己。你不在再高的风景却无力，开始汹涌爱情，后来绝尘而去。你不来，再美的天地。这次呢，我知道阿琳来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说：哦，如果要是可以再和阿琳唱的话，我觉得是太难得的一个机会了。阿琳的声音很宽广，大地之母的感觉。我呢，可能就是一匹草原的孤狼。我就跟我们的编曲老师说，我们什么都不要，我们就要钢琴跟弦乐，把我们心里的这种感觉干干净净的唱出来。而且他在唱整段的时候，我不要去打搅他，让他很完整的把这段都处理完了。到最后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个我觉得更有力量。我这几天在彩排的时候，有一点压抑着，因为出外嘛，然后就会担心家里面的人，我就会看监视器。我那一天突然看到妈妈的背影，就奇怪，以前觉得她还很年轻，就看到她的背影就是越来越走越慢了，就觉得哇，我长大了，妈妈也老了。其实妈妈对我来说，她是我的全世界，她是我的光，我都一直被她的爱给养育着，然后我才有这样子温暖的声音唱出来。所以万物不如你那个名字应该就是我妈妈。阿琳也有首歌是写给妈妈的，对吗？对，母亲节的时候送给妈妈的就是一首歌。那时候我记得我是12岁，叫做《I Love You Mom》。阿琳给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I love you, mom， 你是我的星光，不停温暖着、保护着长大。I love you, mom， 我是你的娃娃，我永远要在你的身旁呀。谢谢。坤哥的声音的破碎感，就好像带有很多裂缝的冰川，然后阿琳的声音就像阳光照到了冰川的深处，然后又慢慢的融化了冰川的感觉，然后万物复苏。就是两个声音在一起，你会觉得又独立又兼容，就好像世界万物一样，这就是自然的感觉。杨坤老师最后那一下，我又发现了一个更新的技能，就是你的呼吸，它居然都有 key。那个气儿居然是带 melody 的，这个好狠哦！绝了，真是绝了！阿琳姐是那个宽广的，在下面这样护着的，然后坤哥就像一匹野马，在上面不停的奔跑，那种颗粒感，这好像那种江湖电影，男主角又被中了一箭，然后躺在女主角的怀里，然后就啊，我今天可能熬不过今天的，就全是这种反正很潇洒的画面，服，绝了，绝了。我最近在看一个剧啊，叫那个《庆余年》。里面这个对于高手是有评级的，最厉害叫大宗师，
今天就让我看到了一个歌坛大宗师的对决，让我觉得特别过瘾。2个武林高手在屋脊上的这种对决，然后把自己的所有的最猛、最凶的招式全拿出来。然后今天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整个从技术层面上的各个层面是值得拿出来剖析的一个演唱。把掌声送给杨坤、阿令，请落座。好啦，2位录制辛苦啦。那今天呢，我要给你们2位露一手啊，用我们的雀巢茶萃新上市的油甘茉莉花茶调制夏日清爽特饮。这个油甘跟茉莉的搭配听起来很清爽，不油腻。干杯！哇，干杯，干杯！好喝。那接下来呢，我就要调制我们这个油甘茉莉花茶清补凉啦。那我来帮你们加一点料，看起来应该很好吃，更美味了，有没有？2位可以尝一下，让我们清爽一下。还带着淡淡的茉莉花香，很清爽，适合夏天。点赞。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音乐合伙人陈楚生、于文文。空空是内地女歌手陈粒一首非常具备文艺气息的代表作。那么对于陈楚生和于文文这2个音色质感截然不同的男女歌手而言，要如何去更好的诠释出一个更有他们自己特色的空空，会让我特别的期待。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它懂我的梦。其实这首歌，我个人是觉得蛮适合你唱。这里面的词跟这首歌的气质一样，都是很自由、很放空的那种感觉。对，和他也很像，就是在放空。跟我像。对，很慵懒。就我们2个合的就是第一段。怎么好像前1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我感觉楚生哥对这首歌非常有感触，因为他曾经非常坚定地说出来他成长中遇到的隔阂和一些坎儿吧，就是所谓的让他内耗的东西。但可能我就是截然相反的2个人。我从小去国外读书，是没有人送我去学校的，然后包括我要去住哪儿都不知道。但我却很感谢这样的一种经历，它一定是一个破茧成蝶的一个过程，让我学会了自己能够保护自己，自己能够独立的成长，也是一门很重要的技能，因为它就像给你的身上不停的去刷一层盔甲。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它懂我的梦。这首歌它描述的那种情绪，就是让你感同身受。就像以前去酒吧里面唱累不累？累啊！但是你就会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你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那个过程中间，你就会怀疑你还喜不喜欢，还热不热爱这件事情。你要蜕变的时候，那个过程其实是痛苦的。我想笑着唱这首歌。我的生活当中是一个神经非常大条的人，我不会在意这些所谓的隔阂跟自己自洽啊，或很多的这种非常内耗的想法。我就想用一种坚韧的微笑去面对生活中的所有的坎坷。生活是一定要充满希望的，这个希望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给你的。回忆做成风，欲望做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时间变成歌，无言变成我，深沉厚重的沉默，掩盖我心里很隐秘的啰嗦。怎么好像前1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它懂我的梦，
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回忆组成空，欲望凝成痛，一个无奈的形容。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中庸？时间变成沙，灵魂说成话，只剩下沉默无价，掩盖我心里太多余的挣扎。怎么好像前一秒钟还在自由放空，突然就变失落，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它懂我的梦，让我在它的怀抱中彻底放松。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回忆组成风，欲望组成梦，一个古老的形容。凝视着镜中，怎么如风也如梦。这首歌是楚生非常非常坚定的一次选择。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写得非常好。这首歌里面写的成长变成了我和我的隔阂。我觉得那个是他有开始怀疑的时候，但后面又写了好像有一阵风，在来的路上告诉他我懂你的梦，就是自己又突然和解了，所以这首歌好像就真的是捕捉了那个成长的瞬间。我这个人吧，我比较神经大条，就是比如说我要是被骗了，我会觉得哎，我要感谢这个骗子。因为你的出现让我成长了，我以后可能遇到类似的事情我会被少骗，就这样的事情我会比较乐观。我要是出道的时候有他这么聪明这么智慧就好了。我特别渴望像有文文那样的心态，因为我是看着我长得很粗糙，但是我这是个内心很敏感的人。你从我这张脸上可以看出来我遇过很多的坎儿。对，当我过不去的时候，我就会看看我现在。有一些人喜欢听我唱歌，我现在还可以做一些这么幸福的职业，我觉得所有的困难都不是个问题。这歌词里面有很多句都会说凝视着镜中，怎么越看越普通，然后越中庸，后面就是如风也如梦。因为人生就是不断的从镜子当中，就好像看着自己成长，心态不一样的时候，你眼中的自己也会不一样。某些阶段，有些人会嫌弃自己，有些人会很没有自信。其实人生就好像一场梦，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是浮云，它都会有过去的一天。所以成长就是教会我们什么事情都要学习放下。刚刚就是听完一个这样的故事，非常难忘。谢谢，谢谢。这首歌本来就是一个自省的一首歌，你只要做好自己觉得对的，不要影响到别人，那个都是好的。楚生哥跟文文把这首歌难度又更高了一点，你们今天在舞台上面的对唱啊，还有合音的部分真的很厉害。谢谢，谢谢。这首歌好像听起来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歌，但是我们在配合上面一定要卡得很准。所以我刚刚在唱的时候，其实一直有在看他的嘴巴，卡到那个点，这也要卡在一起。而且今天
文文突然提出了一个说，要不你唱主旋律，我来唱和。调整了，改声部对。我就怕头晕，就是。你自己选的。这两位的歌声都非常的温暖，所以在唱和声的时候本来就是很融合，但是他们又做到了一个非常细节的地方，就是在词的频率特别高的地方，他们是几乎一个字一个字都卡得非常紧密的出现。怎么好像有一阵风在赶来的途中，说他懂我的梦，让我在他的怀抱中彻底放松。长音的时候，他们那个颤音的那个频次都严丝合缝的对在了一起，这就好比心跳脉搏都在一起合着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舒服。大家可以反复听一下那些和声的部分。谢谢。再次要谢谢文文，要谢谢楚生，谢谢二位，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最后一组音乐合伙人，欢迎吉克隽逸、姚小棠。蔡健雅老师的歌，我一直不敢把它拿到舞台上去唱，但是这一次跟吉克姐选择了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它就是我的爱情观。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感情里有过一次痛彻心扉。以前对感情就是那种特别容易一下就很浓烈，我好喜欢他，我太喜欢了。就现在真的是会游离很长一段时间，只希望这个人他跟我在一起时，我是特别自在的，这个是我最向往的爱情。我觉得不管是谁，在我这个年纪，肯定都是会期待爱情的，但是可能像我在这个阶段的话，可能我会更倾向于我的工作，因为工作会让我更快乐。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天要做好自己，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去汲取更多的感受，这对我来说的话是更大的成长。这首歌的编曲呢，我编的是比较平淡，没有那种大起大落，而且我觉得我们两个不用太饱满的这个情感去唱，就是一个诉说，就包括吉他进来也是很平静的，但是我们该起伏的地方我们也有。我觉得这首编曲是我在天赐唱过最走心的一次。我感觉对吗？特别对，我就怕就是太那啥了。其实没有关系，每个人在哪个爱情的年龄阶段，该是怎么着就怎么着，你就是很年轻啊，对不对？本是尘埃，爱落在谁的心海。我在这个歌里面没有用任何的就是技巧，就是人慢慢经历了过后，对我自己的人生啊，周遭的一切我就有了感悟。其实不是唱法，不是技巧方面的东西，其实是经历，然后把它演绎成自己的味道。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我应该可以冷静对待，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哦，爱本是尘埃。哦，爱落在心海。哦，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哦，你我原来都不应该太认真太慷慨，可是却爱的没有空隙想你。
些承诺需要说出来，在适当的时候就走开。哦，爱本是尘埃，哦，爱落在谁的心海，哦，爱不知不觉渲染开来，更改未来。哦，你我原来都不应该太认真太慷慨，可是却爱的没有空隙想明白。手放不开，心还存在一点点的疑猜，太浓的爱，如今却变成了伤害。你我原来都不应该太认真太慷慨，可是却爱的没有空隙想明白。手放不开，心还存在一点点的疑猜，太浓的爱却变成了伤害。过了好久，以为自己会放不开，我会等待下一次爱情再来。这首歌似乎在讨论爱情啊，但爱情到底是什么呢？有答案吗？我之前在演唱会的时候问杨坤老师，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老师隔了10多年也没告诉我。老师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的体会到爱情是什么滋味。我也在寻找答案的路上，对。其实我这个人个性已经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一个人，很浓烈的一个人了。到现在为止，就是现在没有就是以前那么激进了对感情。就像我刚才歌词唱的，我希望自己是淡淡的。这首歌是蔡健雅老师的歌嘛，然后是收录在她的《双栖动物》这张专辑里面。然后她的第一首歌就叫《双栖动物》，我记得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你就像双栖动物，而我却困在一个人的山谷”。我觉得女生我们应该不要患得患失，去做自己生活的大女主。爱情，我觉得它珍贵的地方是在对方的人生当中，你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影子。那个影子可以是很完美的，也可以是很伤心的、很难过的。我觉得爱情它不一定是要完美。极客，我发现他特别适合蔡健雅老师的歌，因为我觉得极客有一点酷，很潇洒，但他有很小女孩的一面。当他去唱一些甚至有一点矫情的情歌时，你都不会觉得他很矫情。小唐天生的音色，他会很清脆。频段很高，很快速，所以他有的时候我到编曲很大的时候，会把他的声音吃掉。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我们2个结束聊的这个事儿，然后这么短的时间，我就感受到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很难，因为你要去打破你的演唱习惯。关键还是他还是在跟极客一起唱歌，因为极客是声音侵略性非常强的，但今天还是可以能听到小唐的声音，所以我觉得特别棒，特别好。我是一个听劝的人，但是我尤其听毕晨姐的劝，她特别有说服力，你没有发现吗？对。我觉得从刚刚的那个灯光啊，全部是粉红色的，我最喜欢的颜色。对，你在唱的时候特别柔，特别的舒服。
我很喜欢小唐的那个颤抖音，很有特色，感觉就是姐妹们在互相要告诉彼此，就是我们要好好爱自己，要好好的等待下一个爱情的到来。对对，没错。自己。我们听一下无伴奏人声吧。有请技术老师。哦，你我原来都不应该太认真、太慷慨，可是却爱的没有空隙想明白。手放不开，心还存在，一点点的疑猜，太浓的爱，如今却变成了伤害。吉克刚刚那段的声音，就像是为了爱遇神杀神、遇佛灭佛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最符合他的，也最能展现他个人色彩的状态。所以我今天真的很享受。啊，谢谢老师。我特别想说一下吉克，这是我听来3场以来最好听的一场了。刚才放的那一句特别好听，就是如今却变成了伤害。这句就特别体现你情绪的饱满，而且在第2遍的时候后面加了吟唱。我特别喜欢吉克，他在唱任何的有力度的时候，他情感的卡点卡得非常准。那个吟唱和底鼓跟贝斯的推进感是完完全全同步的。我非常喜欢这个现场。谢谢老师。小唐音色当中很特别的摩擦的质感，我觉得是你特别大的优势。也许以后你在诠释抒情歌的时候，就会让这个特色变成你自己独一无二的辨识度。还有吉克，你在第1段的处理，那一瞬间你的声音当中有一种干净的、惹人怜爱的、脆弱的感觉。我觉得在唱情歌的时候，那个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展现出不一样的脆弱感的吉克隽逸也是很迷人的。谢谢老师。谢谢各位的分享，再次要感谢吉克隽逸，感谢姚小唐。那本期呢，也是我们《天赐声音》第5季第3阶段的揭幕战，所以接下来要邀请5组音乐合伙人共同来到舞台。此刻，我们要邀请5位建音团的老师现场合议，给出本期的推荐金曲。经声音鉴赏团一致合议，我宣布本期金曲为姚小棠、吉克隽逸带来的《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恭喜吉克隽逸，特别恭喜姚小棠获得了本期推荐金曲。此刻进入我们东阳光鲜虫草金曲时刻，同时也为2位准备了金曲获得者的东阳光鲜虫草礼盒。哈哈，谢谢东阳光。请2位分享你们的态度，先生。微笑点头，不急着安排，宁可心头多留些空白。你应该学着慢慢去爱。对。终于拿到了我们的金曲，你的秀发保住了。我本身是一个很渴望舞台的人，这2年大家可能没有看到我太多的舞台，其实我还是挺难过的。我希望我可以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拿到一次金曲。好，如果做不到，我真剪头发，我剪短发。我觉得你的声音的辨识度这个部分，可能要再想想办法。姚小棠可能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完美，没有瑕疵。可能现在对他来说是人生中里面可能比较难走的一个阶段，能够站在天赐的舞台上，就是一种肯定，坚定不移的稳稳的走下去，一定会拥有属于你的一片天地的。勇气啊，退路啊，独自做多久？你说永远多长，永远短暂，永远很以后的天空中有出现彩虹。看到了你
真正的可能性，是一个很全能的歌手姚小棠。真的希望小棠老师能够有更多的舞台，让大家都去记住你的声音。就我觉得这个金曲应该指日可待。谢谢。因为很多老师说我没有瑕疵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是把我的瑕疵都放在我的身后，我是不太愿意让人看见我的这些东西。但是谢谢楚生哥，他真的打通了我。对，然后谢谢某某扣，哪有你最厉害？谢谢碧晨姐，她一直告诉我，小棠你不要害怕犯错。然后也谢谢身后的每一位老师，他每一次都有在鼓励我，谢谢大家。谢谢，是的，我们要谢谢每位，谢谢天赐的舞台，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更加可爱，更加热爱生活，更加热爱音乐。当然，我们要邀请第二期间所有的观众，本期我们态度先生话题分享你与我们的本期金曲，下一次爱情来的时候这首歌的故事，关注天赐的声音及多阳光鲜虫草官方抖音账号，即可参与到我们态度先生的活动。此刻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布。第3阶段的2位队长是吉克隽逸、张碧晨。在接下来这个阶段，也希望2位队长带着我们的优秀音乐合伙人共创好歌。队长要干好多事儿。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王鹤野、史嘉蔚为我们带来加油曲目。一首温润的女声和金属摇滚的碰撞，当世界变得透明。如果我会隐形咒语，偷偷默念几句，遇见了那个谁，就伪装成空气。如果我会隐形咒语，就不需要逃避，所有坏情绪都提出银河系。悄悄地把玫瑰种在你的窗外，也不用担心为你看穿心情。不开心带你去世俗观看 party， 或藏进人群里恶作剧。一直风到月亮都睡去，我想变得透明，才有勇气靠近你，怕你看见，又怕你看不见我的心。世界透明，心跳才更加清晰，在你身边，我的快乐冒着气泡飞起前进，我的想。如果我会隐形咒语，偷偷默念几句，遇见了那个谁，就伪装成空气。如果我会隐形咒语，就不需要逃避，所有坏情绪都提出银河系。悄悄地把玫瑰种在你的窗外，也不用担心被你看穿心情。不开心带你去世俗观看 party， 或藏进人群里恶作剧。一直风到月亮都睡去，我想变得透明，才有勇气靠近你，怕你看见，又怕你看不见我的心。世界透明，心跳才更加清晰，在你身边，我的快乐冒着气泡飞去前进，我的想。悄悄地把玫瑰种在你的窗外，也不用担心被你看穿心情。一直风到月亮都睡去，我想变得透明，才有勇气靠近你，怕你看见，又怕你看不见我的心。世界透明，心跳才更加
谢谢贺野，谢谢嘉伟，下期再见。啊，没想到有一天当了楚生哥的老师。你知道吗？我在这个舞台，这是我最紧张的一次。只有一次机会吗？这边的老师们都是比较包容为主，我现在在准备心态听这边的。已经开始忐忑上了是吗？我觉得大家都在夸这首歌，但我觉得这首歌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哎呦！微博搜索“天赐的声音”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畅享金曲。